马可福音呢，它应该是最早的一卷福音书，大概是在主后50年中到60年代初它的写作地点是在罗马，来源呢是这个是用希腊文写的，那是马可写的这是第一本福音书。它的背景呢就是它记录彼得的口述，当时在罗马遇到了逼迫。那么所以马可福音也可以称为彼得福音因为马可福音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采访彼得。那马可是谁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说称呼为马可的约翰然后呢他还有一层楼叫马可楼，是吧？而且他家很大，他客厅可以容纳120人所以马可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富二代而且你知道克西马尼园就他家后院所以你知道是很大的你们家哪个客厅能够聚会容纳120人所以而且你想当年彼得被抓起来之后后来被放出来半夜是吧？天使把他救出来，然后他想半天不知道去哪，后面就去到马可家所以马可跟彼得的关系应该是很好而且呢他们当时应该在供养门徒各个方面可以说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那这个马可呢，彼得就很看重他他说他马可是他儿子，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马可应该是个年轻人，然后呢跟使徒们尤其是彼得的关系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在保罗的这个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有带着这个马可那就是叫这个马可的约翰后来呢这个保罗到了别家之后，马可就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保罗跟马可的关系应该也很好的你看在腓立比书里面哥罗西书、提摩太后书里面都有提到说他是与我同工的马可巴拿巴的表弟。那最后保罗这个离世之前还特别讲了，现在只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我们看到马可在当时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年轻人，他跟使徒们的关系都很好，所以马可是可以说他所记录的这个福音书就是从彼得的这个口述来的可以说是成为后面几卷福音书的一个范本，一个蓝本。那马可跟马太跟路加应该都有参考过马可。那马可的结构呢，主要可以分为你看你怎么分，你可以分为3个结构就是说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耶稣在加利利北边1章到9章，第二个就是第10章就是耶稣往南往耶路撒冷去了就是耶稣去往耶路撒冷的旅程，用了1章。然后11到16章就是讲耶稣在耶路撒冷这个是马可福音的3段旅程。如果你按照这个耶稣的服事的地方来划分的话是这样。那马可福音如果你按内容来分，你可以把它分为2个大的部分一开始有个引言，然后呢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神的儿子在加利利的工作，第二个就是神的儿子必须要去耶路撒冷受苦，而且刚好就是16章嘛，它刚好就是前8章是讲耶稣在加利利，后面8章是讲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所以好像就像一本书的上下册一样刚好把它这个打开，讲了耶稣的这个他服侍的2个最主要的这个部分2个大的部分。那么马可最中间的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这2，如果你把这个打开嘛，对吧那最中间的部分就是第8章29节，就是门徒问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所以你看马可最中间的部分也表明了马可福音的一个核心，对吧？就是谁才是这个基督这是马可要写他福音书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目的就是展现耶稣是基督。好，那我们简单来看看。首先你看这个引言就很有意思马可福音的引言呢
它就是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其实耶稣基督这个称呼呢，其实在这里只出现了一次，但是他一开始就是说把耶稣跟基督的这个联系到一块儿啊，而且是福音的起头。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看希腊原文的话，它的第一个字哈，就马可福音的第一个字就是起头，就是起初的意思，起初啊，就很像那个创世纪哈。创世纪如果你看希伯来文的话，就圣经的哈第一个字也是起初啊，起头啊，所以马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们写作目的啊，就是这个他要写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他特别有提到我们对福音的一个态度啊，这也是贯穿马可福音的，那就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所以这是马可福音它的从这个引言哈，这是一个引。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大的部分就是依照这个8章里面这个结构呢，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这里面可以分为2个部分，一个就是耶稣早期在加利利的服事，还有是耶稣后期在加利利的服事。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这个核心我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首先呢，讲到福音的这个起头这个我刚刚提到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起头，它其实也对应着这个创世纪因为它是第一本福音书嘛可以说是新约最先写成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自传。那么这个传记那么它其实也有意识的跟这个创世纪有呼应，然后开始呼召门徒。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用法，就是人子。这个人子呢，我们刚刚也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过它跟但以理书7章的一个关系。那对于马可来说，他用人子除了有提到这个但以理书第7章之外呢，那马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提到人子的时候，更多是强调耶稣的人性，强调耶稣是一个服侍的仆人，这个很关键。就是他人子来是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个是他对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强调。那么到了第2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对于这样一位服侍人的耶稣呢，就有很多的反对者反对者就开始，然后这个从第2章开始到第3章，一直这个反对者一直就是跟着他们一直到最后这个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把耶稣钉死所以看到福音的开始就遇到了抵挡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也都是能够预料到的。那么还有在第4章里面有讲到耶稣的比喻，我们后面会专门花时间来讲比喻那也会给大家讲怎么来解释这个比喻的原则然后到第6到第8章耶稣的教导和他行的神迹，其实就在展现一件事情，就是或者说马可想要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个先知。然后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段非常就第7章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这个叙利亚腓尼基妇人。因为在这个如果我们到路加，我们才会看到路加，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说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外邦人，然后后来信了犹太教，但是就是说，所以路加他有记录很多关于福音跟外邦人的关系。可是马可呢，他基本上没有，但只有在这里特别有提到福音跟外邦人的一个关系。其实这是很宝贵的那因为他的这个写作对象应该是针对犹太人的。那这里面呢就提到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第7章27节里面他有提到是犹太人是得救的就是说要首先让犹太人来得救，就是耶稣说的我来主要是给这个神的家，对不对？神的百姓来传福音。但同时呢，外邦人也可以被纳入上帝的子民。那这是怎么纳入这个上帝的子民呢？那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就强调了他的一个信心而甚至耶稣都说这么大信心都以色列里面都没有见过。所以
所以从马可福音里面就已经开始展现出我们跟基督的一个关系是透过信心，而不是透过肉身，不是透过这个种族。虽然他没有提那么多啊，到路加会提了很多，但是这里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福音跟外邦的一个关系。那其实马太福音里面也有提到，但是呢提的不是那么多比如说马太福音第8章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这个讲到跟主的这个信心就是说怎么透过信心能够跟以色列有这个关系。但是马可福音在这里用一个外邦妇人的一个行动来表明他的一个信心，而他的信心也被基督所不仅是接纳，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称许他，对不对？所以这是马可福音记录第7章记录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性。后面我们会看路加福音里面他会详细的来说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就是进到外邦当中。后面呢，我们从第8章开始就是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旅程。第8章、第9章、第10章耶稣呢3次的预言他要受难到第9章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了人子的这个受苦和荣耀是一起的。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你要知道马可他是写的是第一本福音书，对于关于基督一切的事情读者都是陌生的那尤其是犹太人，他们整个的默认的设置都是整个犹太教的对弥赛亚的认识所以可以说马可在这里第一次的把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跟荣耀的弥赛亚结合到一块那当然这些神学到了保罗那里就慢慢的被拓展出来。如果你看现在的犹太人的圣经你都会发现讲到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提到这个受苦的弥赛亚的时候，他的解读呢都是说那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们现在的解读就是说那就是以色列不是某一个人，也不是基督。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但同时又是荣耀的弥赛亚这是这个很重要。那第3个呢，就是他也提到第10章就提到跟随耶稣仆人的模式我们要为首的就要为仆人就像耶稣一样来服侍人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就是大家都有听过一个叫仆人是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就是我们是领袖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教会当中，但是我们是怎样的领袖呢？我们不是像外邦人那种自己自尊为自大的，而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就是人们的仆人我们要为首的要为仆人，学像耶稣的一个样子谦卑的来服侍人。到第11章呢，那耶稣就融入圣城。到了11章结尾12章的时候就是耶稣跟这些宗教领袖的辩论。然后到第13章呢，就有了橄榄山的讲论就是说这个关于末世的这个讲论。那你看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基本上就是按照马可的这个结构来论述的好，那然后耶稣就设立了主餐在第14章，第15章耶稣受难，第16章耶稣这个复活。那么讲到第16章的时候呢要特别提到马可的一个短结尾。马可福音的短结尾是什么呢？就是1到8节就是说如果你看英文版本的圣经的话，它一般都有个标注，中文没有标注出来英文版本的标注就是1到8节，这就是马可福音就结束了。从第9节到最后这个20节都是可能后面的抄本就是增添上来的。所以在最古老的一些抄本当中那都是到第8节就结束了，这叫马可的一个短结尾。那么这个马可的短结尾呢，其实
就是现代的学者基本上都一致认为，马可福音当时写的时候，可能就是写到第8节就结束了。那所以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结束在第8节那当然也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后面这些为什么要补上，是吧？那如果要问你马可福音短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你就看了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害怕because they are afraid。所以其实这个害怕其实在原文当中也是就是指这个 fear 就是敬畏那也是当然就是你只要看到就是说这个害怕，它基本上它都是表明人对神的一个回应不管是神对人的显现，人就这个扑通一下就是趴倒在地他们害怕或怎么样就是对神的一种敬畏，对神的一种就是因为人是有罪的嘛人不完美所以见到神的时候他会有这样一种这种反应。那么所以在这里其实马可把他这个结尾这个是结束于人们的这种敬畏或者是害怕，其实也有他的目的就是说因为在当时马可福音写作的时候也是遭遇逼迫嘛所以这个一方面要鼓励当时的弟兄姐妹另一方面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说就是这个神的一个审判神是可畏的对神的一个敬畏。但是后面为什么加？后面有可能是这个后面不管是教会吧，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什么人是可能是想要把这个故事把它补全尤其是要把耶稣的这个升天这些把它补全所以呢就这个把这些都就加上来这好像就是更加完整的一个故事但是一般来说圣经的这个文本鉴定学呢一般都认为就是到第8节结束，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好，我们来继续来看。刚才我们提到马可第一次把受苦的弥赛亚跟荣耀的基督荣耀的弥赛亚联系到一块儿，这个非常重要。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希腊文的单词叫 day， 这个词呢在马可福音8章31节有出现它不仅是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这个词一旦出现的话，就是它是翻译为必须那它就是指向是神的作为，神的工作或者说是神他的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计划。所以讲到人子必须要受苦这件事情呢，是他用这个 day 呢就表明说，那这个是神创世以前的一个旨意，就是神就是这神定的不是就基督的受苦受难，它不是一个偶然的，它是神早就已定的一个旨意。那么同时呢，接下来就提到这个基督的荣耀所以他把受苦跟荣耀是联系到一起。我觉得这个对于就是说新教来说就对于基督教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神学就是这个苦难的神学。而且我觉得这个苦难的神学呢，才能够从更深层次来展现基督教一个信仰的核心所以苦难的神学很重要。我想中国教会在这个方面能对世界基督教的贡献，其实就是在苦难神学上的一个贡献因为基督教其实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到今天就是说都是属于这个被打压的被迫害的一个环境。而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产生了很多很宝贵的苦难的神学那么当然我相信这个是跟基督的受苦和荣耀有份的可以这是一个。那第10章45节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是马可专门提出来的，就是这个赎价的神学他就提到说人子要受难，他要做众人的赎价。赎价这个词呢也是很独特的。那当然这个到了保罗的神学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他更详细的展开。在当时这个赎价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那个你买卖奴隶让你要把它赎回来，或者自己要把它赎出去的话，他需要付一笔钱。
而这笔钱就是把他的这个自由啊，把他的这个自由买断下来，是吧？啊，所以用这样一笔钱啊，就叫赎价，把他从一个奴隶的这种身份当中换了主人啊，原来他是这个主人，我给了一个赎价，他就换到另外一个主人当中啊，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赎价的神学概念啊，他虽然没有展开啊，保罗在展开，但是他已经提到了神的救赎是透过一个怎样的一个方式，就好像原来我们是在魔鬼的这个国度当中，这个掌控当中啊，那透过基督的赎价啊，把我们赎买了回来，对吧？把我们这个代替基督他的死代替了我们的死。好，所以这也是很重要。就是马可福音里面有很多很原始的神学的概念都没有展开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马可福音是第一本福音书的原因，因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看起来就是跟保罗啊或路加相比啊稍微粗糙一点啊，他没有那么详细的把很多东西展开，但是他那些重要的概念其实在里面都有了啊。这是这个赎价的神学稍微提到一下。好，还有就是讲到马可的基督论，呃其实，在马可的基督论里面呢，有提到了很多这个头衔嘛有马可有称呼他为神的儿子弥赛亚主，也称他为这个拉比老师，还有人子大卫的子孙。所以你看，对马可就是说马可对于这个基督的这种认识基本上是比较全了当然还有一些到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又扩展了更多的基督论内容。但是像最基本的耶稣基督是谁那这里面其实都包括了，是不是你看这里我们都不展开了我们都知道这里面的意义。那最后讲到耶稣的死和复活首先他进入耶路撒冷，在受难之前他有这个洁净圣殿，这个是跟马太跟路加都一致的约翰有点不一致，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会特别说为什么约翰会把洁净圣殿放到最前面然后呢提到他的死和复活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新约的这个神嘛然后还有这个马可福音短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那新约的这个神嘛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所谓的释码就是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他们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神码就是申命记的6章4节里面提到以色列你们要听你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对吧？所以这个听就是神码，就是听。好，那么马可福音呢短结尾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所以马可福音其实没有太多要讲的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些。那因为我们上次也提到了95%的马可福音的内容都在马太福音里能找到，路加也是，路加也有扩展了很多马可福音的内容。所以一般我们在讲对观福音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从路加福音开始讲因为路加福音讲的时候你基本上就能把马可包括在里面，同时马太也可以就照顾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讲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包括你看那个耶稣传拍摄的时候，他都是以路加福音为一个范本，对吧？他讲的比较全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快的就把马可福音看完大家没什么问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关于马可福音最后一段，就是从9节到最后，当然从经辨别学上，我们能够说这一段它可以说是后天的，因为有些早期的文本它没有这一段，可是如果我们看每一卷圣经的这个结尾，它的本身的结构有头有尾，你比如呢，马太一开始他提到这个君王的家谱，到了最后呢，他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等等。这个马可一上来提到了神的儿子，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他有起头，有这个基督荣耀的身份。但是这个他如果最后一段就是第8节什么都不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害怕，好突兀。但是如果按照现在和合本的这最后一段说呢，这个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你看主耶稣他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还有坐在神的右边等等这些词，还有到处宣传福音和前边这个感觉很对应，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起头这几个词感觉非常对应。就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还是有些可能是情感上难以接受，说这一段它确确实实，或者我们可以忽视它，这个很难接受。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忽视它啊，就是说，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这个正典哈，它并不是说只归结于这个作者这个因素，是吧？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比如说希伯来书，你都不知道作者是谁，它还是正典，是吧？那么这个其实不影响它的权威性和它的正典性啊。那像摩西五经也是一样，我们都说是摩西写的，但是有些部分肯定不是摩西写的，包括记录摩西死后的事情，肯定不是他写的，所以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说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也不会影响他的权威性跟正典性。所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它作为神的启示，对吧？那包括后面的这个不管是增加还是修改，我们相信那都是有圣灵的保守在当中。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会把它区分开来呢？那就是说，我们如果从人的这个作者的角度来去研究经文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就是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讲了，说我们要特别强调作者他本身写作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对吧？就是他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他为什么没有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那有他自己的一个背后的神学，对不对？所以如果当然你说这个是双重作者有圣灵在当中，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从人的作者来说，我们就会问，为什么马可他只结束到第8节？他没有继续往后继续写了啊，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就是他为什么只结束在第8节？所以就是说，只是从人的作者的角度来去问这个问题，对，但是其实不影响不影响整个圣经的这个正典性和权威性，这个没有问题。好的，老师，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不论最后一段9到2节是否在这个最早马可写成的上面有，那我们都接纳这段为正典。对呀，对呀。可是我们面临一些情况，有些译本，比如说呢，对于 NIV 而讲，他可能会把这一段都当做一个附录或者小字部分。对。在纸质版当中出现，可是在电子版当中，这一段就不出现了，有出现这种情况。对。包括那其实他其实倾向于否认这一段的正典性，我觉得 NIV 有这个趋势。对，那个比如说约翰福音第8章，我们后面也会讲到讲到那个行淫的妇人那一段基本上就是圣经的学者们也都有共识，那段应该也是后面加进来插入进来的。所以那这些其实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如果目的只是区分这个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就好像你看保罗他写罗马书写这他都特别讲给他代笔德丢什么，就是他当时还有代笔人，但不是他写的，是吧？他就是说然后代笔的还能帮他润色一下，所以说这个其实都不影响就是说那你也不能说那就是那个德丢写的，而是说是保罗写的，那他是代言人嘛，他是代笔人。所以你说后面有没有可能有代笔的情况或者就类似的这种情况那有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删除了或怎么样，那其实就很不好对，那个是本身就是正典的一部分对，你不能因为那段不是马可写的，就像我说，你不能按照圣经的作者这个本身来判断它的正典性，是不是？那你希伯来书作者都不知道谁，你也不整个都删掉呢，是吧？所以说这个要小心。你可以把它标出来说，在原始的抄本当中没有这一段就表明这个可能不是马可，或者马可死了以后有人替他加上的。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不是正典。好的，谢谢老师，明白了。是。老师，我有个问题，这边讲的新约的那个神嘛，他
《生命记》那边主要讲的是那个两大诫命，那新约这边您讲的这个什么是指耶稣基督整个教导呢，还是关于那个最大的诫命的那个部分？对，其实这个你说两大诫命哈，那你说两大诫命是指什么？是指这个有所谓爱人如己是吧？还有对，爱神爱人。爱神爱人是吧？但是传统上来说哈，就是传统上来说，呃，这个旧约的什么就是就是说你们要这个就是申命记6章4到5节吧。当然你说包括爱人如己，这个是没有问题。对，所以耶稣也引用嘛，对吧？在马可福音12章里面就讲了，你们要听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尽心尽意爱神，爱人如己。对，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到了新约，虽然耶稣是引用这个申命记6章4节5节的这个什么，但是到了新约的这时候呢，它其实更多就是我们要听，就是听关于主，听主的这个教导更多就是把这个更加的具体化了就是说是独一的神，独一的主。对，所以就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这个重心就是移到基督的身上，这个是我们讲新约小曼的一个核心。对。OK，所以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份，而不是指耶稣基督的讲论的那些话，对吧？那对，包括他，就是我们听他讲的话，包括因为你看，比如耶稣他有讲嘛，你听古人说什么什么，对吧？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样，他对旧约很多神的诫命有这样一个新的一种解读，或者说是叫什么，就比如他讲十诫是吧？你恨人就是杀人，对吧？看到妇女动淫念就是犯奸淫等等，他有更多的这种就是说对律法的这种新的这种解读，或者说是其实是更符合原来上帝启示下来律法的那种解读那么我们就应该是以新约的耶稣他的教导来为这个想法，为这个更核心的这个是这个意思。对，他就是对，他是对新约其实是对旧约律法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实现，可以这样理解。好的，谢谢老师。对，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会特别提到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尤其讲到保罗行官的时候就究竟是新约废除了旧约呢？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还是说新约是废除了旧约，还是说新约是成全了旧约？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什么的时候，你其实能够感受到不是废除，而是一个更新。就这个小麦是没有变的，但是呢，只是说在这个小麦的一个本质上或内容上，好像有更加清楚就好像这个启示的一个渐进性，你就更加清楚的明白这个小麦到底是在指什么。对我想这个很关键那因为这个也会联系到末世论尤其是跟以色列的关系就是犹太人跟福音的关系那这个也牵涉到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因为如果到底是替代呢替代就是废，就是说那个不要了嘛，对吧？旧约这都不要了就没有了嘛，那个都废去了是吧？我们这是一个全新的，还是说在那个基础上的一个更新那这个我们会提到保罗新约的时候，我们再具体的再说。